场大拷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狂野时代的剧组，耶！那些电影昨天首映完，那个映后，大家观众其实就是起立鼓掌挺长时间嘛。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大概有7分钟吧。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就是昨天在那个场合接受观众鼓掌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挺好啊，我们首映了，然后放了片子，大家礼貌的鼓掌，我们礼貌的回应。最重要的不是那个仪式，最重要的是放电影这件事情。以及放电影给第一批观众看这件事情，然后有些人看得明白，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过2天就会更喜欢，都有可能。那想先问一下导演，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千玺来出演这个迷魂者这个角色？我和千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在办公室，我发现好像这个演员跟我一样内向，大家彼此之间有很长的时间都在沉默。我觉得这个沉默能让我很有安全感，让我觉得他一定能把这个角色，因为要演很多个嘛，一定能漂泊过去。后来发现比我想象的还要好，《12时辰》还有《少年的你》我都挺喜欢的。那这2部剧是你最开始想要和千玺聊聊的原因吗？肯定会有，因为看见他演出杰出的作品，会去想象这个演员其他的可能性，包括在我们电影里面是怎么样来发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有改变吗？关于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没有改变过，就是在一个巨大变化的这种状态下，希望这部电影就是它非常简单，然后大家可以不做多的设想，然后只是看电影，以及现在我们看电影的习惯方式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一部非常电影的电影，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在第5个梦里面，就是那个台昭妹在最后说了一句台词，说其实我是吸血鬼。然后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设定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的。其实这个篇章它关于触觉嘛，所以首先在这个篇章我们最早的在故事的核心里面就是围绕着触觉去建设的，它就是关于一个男孩的第一个吻，以及关于一个女吸血鬼的第一次咬人，一个从来没咬过人的吸血鬼，一个从来没接过吻的男孩，他们2个人要一起私奔，这个故事的设计从来没变过，只不过因为我们拍摄视听语言美学风格的变化，会不断的去补全这个整个故事的信息，但核心从来没变过。如果让你填空的话，你觉得《狂野时代》是你拍过最什么的电影？最好、最梦幻、最喜欢。下部电影也是最好、最梦幻、最喜欢，所以很难得用最去形容自己的作品。那其实我昨天也有看一些电影的评论，我看到有媒体会评价说这是你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你自己会认同这个评论？我拍第1部的时候他们说是我最具野心的作品，拍第2部的时候他们说是我最具野心的作品，拍第3部还这样说，大家开心就好。如果让你填空的话，《狂野时代》是你演过最什么的电影？然后毕赣导演是你合作过最什么的导演？那这个我可以用最来说，是我合作过最飞的导演，最诗意、最跳跃的导演。《狂野时代》呢，是你演过最什么的电影？最多角色的电影，这成熟的事实。在接《狂野时代》的时候，你有过犹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思考吗？没有，就是说想合作，然后我也想合作。就是毕赣导演就是找到你，你就觉得很想合作。对，当然。那这5个其实你演了5个角色嘛？那这5个角色里面有哪一个角色是让你觉得演的最爽的，就是让你觉得演爽了的角色？最紧张的其实是那个一镜到底，怕出错，怕除了我们这一部分以外的公众出错。这个角色的确是最紧张的，不知道有这么长时间的长镜头，知道有个长镜头，然后也觉得就正常拍摄呗，走位的意外的时间，每一天每一条都会有多少个情况出现。那就是能聊一下你这次在角色的声音声线方面的一些设计？会有一点适当的小调整，声音啊、肢体啊、姿态啊，因为其实每个故事、每个角色不会说
往人性的那么深的，就是有空间给你去展现，所以基本都是很平淡、行云流水的这个日常度过。所以像这种日常里面，其实就是很微妙的小动作、小气质的变化而已。你看成片的感受和你演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其实除了那个长镜头的情节没有调整，剩下的故事其实跟我当时拍摄的时候的情节多少都有些变化。然后我自己也，哪怕是跟我前段时间刚在录音棚配音的时候看的画面，也都不一样，时刻在做调整。那你昨天看完成片之后是啥感受？很有幸能进到这样一部电影里，我觉得可能近几年或者在多少年以后很难再碰到的这么一个氛围的组，这么一个剧情。对千玺的初印象和现在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吗？一开始跟他合作的第一次的那个小短片，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实际上也真的到现在一直都很安静。但我觉得他在角色里头的那个投入啊，跟爆发性都还蛮强的。毕赣导演合作，就是他的一些在片场的工作方式有什么会让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毕赣导演他是一个特别执着，但是又很任性，又很专注于在自己的方向里头的人。我其实蛮喜欢他的，就是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然后再推翻，再重组，再尝试，再推翻，再重组，这个是挺好玩的。所以我昨天看到片子之后，我也其实是觉得蛮惊讶的。昨天我到的时候，现在是下午先跟导演做访问嘛，然后他跟外媒在聊电影的时候，我就说啊，现在是这样吗？就是很新鲜。就你会怎么评价这次《狂野时代》的旁白？当我读完了这一串旁白的时候，我对自己本身的角色，还有对整部电影，我就找到了一条路，可以走到底的那种感觉，是真的还是挺诗意的。那想再问一下赵又廷老师，就是能聊一下你和毕赣导演的第一次见面吗？那种在拍别的戏，然后就听说导演得知我在那儿，然后我们就约了一晚上收工见面。那天晚上就聊得很开心，也没聊什么具体内容啊，就聊一些，对，吃贵州当地特色菜，对吧？烤那个排骨，两个人边喝着酒聊天，聊电影。那就是导演最开始是怎么给你介绍你那个角色？怎么介绍的呀？就是你是一个男人，对，然后你会跟千玺一起搭档。我说那箱子里面有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但上来确定是特雷门琴这个东西了。那如果让你形容第二个梦的气质，你会怎么形容？我自己的那个人物的气质嘛，帅，超级帅。因为每次拍完一条车，他说马哥，帅吧？帅不帅？帅吧？帅吧？我说帅，必须得帅。导演是会跟每个演员都这么说，还是只会跟 Mark 这么说？可能没有其他可取的地方，所以夸这个。首先，那个马哥说那个箱子里面不知道什么，其实是知道。当时我们说那箱子里面是那个是一种元素。想再问一下根熙，就是觉得你昨天在红毯上的造型特别的酷，是有在配合台昭妹这个角色？也没有，就是感觉来了，就想穿个西装。那你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导演会给你一些参考吗？就是说，就比如说哪些角色或者是哪些电影，就是气质这方面的参考。导演想要一种很天真，但是又残酷，对，天真残酷的感觉。之前在《少年的你》里面也有和千玺合作嘛？那这次在长镜头那个梦里面也是和千玺有合作。你觉得千玺有哪些变化或者是成长吗？从《少年的你》到《梦里》？从《少年的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很专，就是很愿意去感受这个创作的氛围。到现在这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有一种创作的意识了。我那里有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那个帐篷里头，每天晚上可能吃宵夜的时候，这仨就在开始讨论各种剧情啊，各种细节啊，我觉得他很投入的样子特别好。那想再问一下千玺，就是因为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电影，就是它是一个梦一个梦的拍的吗？就是这种顺拍的还是大跳来跳去？那就是在这种不同的角色之间切换，你会觉得有挑战？其实，在前期聊的时候就已经大概有心里想象的气质了。
对，而且刚也说嘛，他其实没有说特别深入或者某一场特别情绪外放的那种所谓情绪戏，所以基本都是像做他脑子里的梦一样，就一点点日复一日，那个每天一点那个小水滴累积起来的，所以不需要特别大的类型的转化。那在第4个梦里面，其实你演的角色的年纪跨度有点大嘛，是一个中年人。你当时得知自己要演中年人的时候是什么反应？会有点想想该怎么做吧。然后那一部分是第一个拍的故事，也是我跟导演之间也在磨合的那个故事。对，那段稍微拍的也时间有多少？1个月吧，一个多月。对，又补拍一次。对，又补拍一次。那段会稍微有点我们本身的这个创作默契就在培养。然后我进入角色，然后包括整个主创都在进入这个故事，对，会稍微是要稍微花点时间。最后问一下导演，就是怎么就想到让千玺去演一个中年人这样，就是其实和他现在年纪差别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本身他就要用这个怪物去在一个世纪里面漂泊，所以这个世纪里面他肯定得。我们会区分出很多角色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中年人，所以我们会准备很多关于这个中年人的特征，千玺也会去观察这些中年人的特征，怎么走路，身形是什么样，要不要勾腰，要不要驼背，包括着装造型，包括脸上的特殊的化妆一系列的。你看的是谁？借镜是谁？照片，各种照片。对，我们打了很多别人摄影的一些肖像，然后那些肖像让千玺贴在他的房间去看。